好，大家都想要挥打去啊，不是只有台湾抢，台湾现在起码有5个地方想抢啊，新北啊，这个高雄啊，什么台南啊，什么都在抢。另外，马来西亚、印度也在抢，就全是亚太总部了，大家希望抢啊。那因为 AI 现在大家很热门嘛哈，那到底怎么办啊？原来呢，星光是拿到台北市的T 17、18的地了哈。地上权50年啊，50年地上权，台北市因为土地是政府的，那就是地上权给你使用，50年以后还给台北市哈。台北市好几个地方这样，像君悦饭店啦，好像那个什么金华饭店啦，好像都是这样哈。那所以土地政府实在很多了，看你会不会运用而已了。那只是呢，这个这个星光人寿拿到以后呢，现在辉达看上那块地，所以最近让那个士林北投房子也是涨价啊，别的地方房子不涨，那边房子一直涨价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辉达就跟星光人寿签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已经到期了。那问题来了，因为星光当时是从法律上来讲，星光要盖，星光人寿这边要盖好以后，再你要租给人让给人随便你，但是你不能够不盖。那辉达就是我不要星光盖，我要自己盖，他盖的不是我需要的嘛，我要自己盖。那台北市政府就要不然就好了，那你星光人寿跟我解约嘛。解约我再重新跟辉达来签约嘛，那星光人说好啊，解约可以啊，我当时呢这个可能签约也许30亿40亿的这个权利金，还有这么几个月啊，利息要加进来啊，然后呢我未来50年的利润100多少亿，所以加起来一共140亿，你市政府给我140亿，市政府敢给他，你是蒋万安你敢给他，柯文哲还在那边每天出庭了，你蒋万安吓死了。对不对？这是图利啊！你干嘛要图利他？而且你怎么算的？你未来50年有104亿的这个利润啊，等等，怎么算的？所以问题来了啊！那所以市政府就那好，那就我看这边很麻烦，我们给你个备案好了备案呢就是呢这个 T12就在北市科的旁边呢，叫做 T12那 T12问题旁边，它除了几个企业以外呢，它还有44个地主，私人地主。你得跟私人地主协调，市政府要把它买过来，然后在这个等于是地上权交给这个辉达，这好谈呐，很难谈呐。4个人都很难谈了，就谈谈看，对不对？到时候可能有人我要跟你拿翘啊，跟你漫天要价啊，辉达来，对不对？好了，所以呢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市政府又说好，那我们就把那个松山机场旁边的地方也给你基隆河旁边。大直啊，松山机场这块地旁边给你，但这个地方有它的问题，因为靠近松山就有限高的问题，你房子还不能盖太高等等，有它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啦而且呢，这个 T12如果是 T12的话，徐小琪说塞车会很严重，本来已经很严重，现在更严重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辉达谁敢去给140亿所以现在呢就。如果要到星光人寿这个 T17有4套剧本，星光人寿不同意就别扯了嘛那就算同意转地上权或者同意盖完后再转或是呢这个星光自己去开发了，不要给辉达了，自己去那刚刚赖清德他们发表了声明，说中央愿意尽量来帮助台北市政府，但这是一句话，中央帮助，中央管得到法院吗？中央管得到这个检察官吗？而且你将来要下台的这都不是几年的事情对不对？你柯文哲的案子多久以后才开始发生你到赖清德下台了，中央管个什么每个公务员都吓死了我真的认为现在台北市就2个人关切这个案子了，一个叫做蒋万安，一个叫李四川其他人最好你不要来扯这东西，你搞到我身上，因为蒋万安这个案子如果不成，蒋万安倒也玩了一半了，被骂死了，这么好的机会非常你不要，对不对？所以蒋万安又现在一个头2个大，要还是不要？不要骂你，要图利，你怎么办？我们看一下。辉达落脚北市科 T17、T18卡关，北市府跟新售之间在合意解约问题上僵持不下，眼看就要破局。传出台北市政府7号直接跟辉达协商，提出 T12基地作为替代方案。辉达也表明愿意带回研究，预计评估很快出炉。北市府现在提供北市科 T12这块地来作为辉达的替代方案，但是北市科 T12这块地呢是由4块地组合而成，而北市府所拥有的是新美洲地段第87号。
料，但是这块地呢，占平仅有0.65公顷，远远不符合辉达要求的3公顷以上。T12由4块土地组成，除了北市府所拥有的87地号、86地号由开禧建设持有，88地号则是卫丹企业子公司丰乐地产持有。但最麻烦的就是89地号，一共有44位所有权人，其中法人是大鲁阁以及东基国际，但4块地加总也才2.38公顷，仍未达要求，因此还需要整合卫丹企业所属的90、91地号以及中间道路，就可达3.7公顷。而根据平面媒体报道，许多私有地主都致电北市府，表示可提供土地，要留下辉达在台北市能够新建企业总部，而且评估经费也会比 T17、T18少，甚至没有地上权争议，辉达才愿意研究。不过辉达的首选仍是 T17、T18，知情人士指出，除非这一步走不下去，才可能启动下一步方案。所以呢，如果新售呢一直迟开出高价解约金来勒索台北市政府的话，我觉得 T12出现的几率就很大。赶快着手进行 T12的整合工作，要让辉达觉得说他的设厂期程呢不会因此呢受到太多的耽搁，就怕跟辉达擦肩而过。蒋师傅直接跟辉达商谈 T12，盼能说服辉达摆脱新售。杨文慧。我觉得当然大家都会希望这个辉达可以设在自己的县市里面了哈，但是从辉达的角度来看，他来这个地方设一个公司，他一定是希望他的这个上下游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它能够方便的能够运作嘛哈，那更不用讲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企业用电稳定的部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那我觉得我想特别来谈一下这个图利的部分哦，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就柯文哲的金华城这个案子，问到现在，不要讲说这个现金的部分还没有实质的这个证据了，光图利这件事情啊，每一个被检察官调去问的每一个公务员哦，帮检察官调他们去问的这些公务员，每个都说合法合规啊。对不对？但是光柯文哲这个案子就牵扯了这么久啊，然后柯文哲还被在那边关押了1年的时间哦，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会有一个却步的一个状态哦，就是说到底谁要来扛这件事情呢？如果呢就让这个，因为这个我看新秀他也说他愿意直接移转这个地上权的部分嘛，但是光这个相关的金额，那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来付了呢？那付了之后谁要来负责任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够推给地方政府，如果刚刚这个赵大哥讲说，我们录影的同时，这个赖总统已经出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回应嘛，那就不能够轻轻只是一句话说出来，你中央要怎么配合？今天不管是不是在台北市，我觉得因为现在中央地方如果执政的地方不是民进党，但本来就没有信任关系嘛，大家就把话就讲白了，对不对？那你中央说要一起来协助，你如果觉得辉达在台湾的这个发展对我们台湾的整个产业非常的有帮助，那你要有魄力的、实质的拿出相关的相对应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说哦，我们中央会全力的来协助，那是帮忙发公文嘛。所以我觉得啦，哈，这个中央到底是哪一些部会，包含像内政部啊、经济部啊这些相关的部会，是不是要来扣一个相关的一个 meeting 或是一个小组来协助辉达在台湾落脚这件事情可以往前走呢？好，那么赖清德是说中央该帮的一定全力来帮忙哦，大家都希望辉达来了哈。那另外呢，柯文哲讲话了，柯文哲说。哎呦，辉达怎么敢来？哦，检察官滥杀无辜。他说我是汉献帝呢，满朝都是曹操。哦，我吓死了哦，其他人也吓死了哦。那另外呢，说有工程师是说呢，皇上如果想整人，你做人，你做什么都违法。所以呢，说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不敢放，真的是要很小心哈、哦。那林卓水说，中央地方一样无能哦，源头是柯文哲卡住了哦。那另外呢，网友就说，让人怕的是赖清德，主要就怕司法了哦。那陈其迈说，高雄要拿出更优惠的条件来争取。徐伟再回来。好，现在立法院行政院送来总预算案了哈，那说违法。为什么呢？因为立法院决议要军警待遇要调整，但是总预算呢没有调整，所以呢，民众党就认为说这是违法的，提复议，而且告发卓荣泰渎职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卓荣泰违法滥权，也是因为呢
军警消还有消防人员的权益明明应该加，现在不加啊。那所以呢，民主党说要退回总预算，而且要告他渎职。卓荣泰说，你不能用表决把预算无限上纲，你们以为你们人多就可以表决啊？你们是无限上纲吗？什么是要表决啊？他们之前不是也是这样？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说已经请韩国瑜出来协调，院长出来协调嘛？这到底行政院跟立法院现在有问题了，怎么办呢？那另外呢，所以联合报是说，这是算总预算的轮回报应说呢你已经错失了几次下台的身影意思就是说你干脆早该下台了那另外昨天救灾这个傅昆萁跟卓荣泰吵很凶了那到底谁的责任那另外呢，这个傅昆萁说，你中央号召所谓英雄来清水沟等等，也没有提供足够的防护，结果让那个什么，不是有一个那个救灾的那个桃园的，才40几岁啊，48岁，那么年轻，就脚说受伤了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场可能是没治还是没治好，就在花莲医院先住门诺医院，后来觉得病情有控制，但是肿还是没消，后来要转到林口长庚，就转到院就死了真的很可惜所以呢，就防护不够傅昆萁说应该由专业的工兵接手本人在这边讲了很多次了，因为我当预官的时候是工兵学校的教官，我教机械设计跟机动学，那些学生我们都教他怎么样操作机械怎么修，是专业的嘛。工兵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嘛。你工兵如果一个营出动，那个力量好大，他什么机械都有。你搞一些步兵去，那步兵能干嘛呢？我步兵不跟老百姓不是要用铲子挖而已吗？他能做什么呢？所以应该是工兵接手。以后这种救灾，而且工兵到打仗的时候要修桥补路什么挖的，所以他这也是个训练嘛。这其实蛮好的训练。好，对不起工兵兄弟辛苦了好吧。那财政部长说，普发现金11月时期内一定会发总统在公告当天就开记者会，会说明有说明一定会发的我们看一下。没有政府要人民来救灾所有的部位政府要人民来救灾不要再敲桌子，没有政府人民来救灾百姓请教你嘛。被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拍桌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高分贝反击。我到现场去，你没有看到吗？协调所在现场，你没有看到吗？委员，我们在抢救生命，只有你在抢救政治生命，非常不值得。两人为花莲灾情吵到脸红脖子粗，卓揆对明年度总预算同样态度强硬，暂时不编军人加薪和警消退休金。合宪就编，不合宪当然就不编。如果合宪编，也可以追溯。我也希望立法院跟行政院能够再来讨论这个事情，我也请韩院长能够出来主持这样的会议。卓揆坚持要有事件结果，蓝白没有违宪才肯编列，但问题就在行政院目前是未依法编列。民众党团7号正式提出复议，要把总预算退回程序委员会，外加告发卓揆。提出2个很重大诉求，不只是退回总预算要求重编，我们告发卓荣泰严重的渎职。原本蓝白暂时放行总预算是要给行政院反悔机会，眼看卓揆这番态度，国民党团表态支持复议案，最快14号可以退回。政院与其说是照据理力争，倒不如说是一个霸权蛮横的态度来针对这次总预算。因此，我们现在在这边严正表示抗议。朝野双方各自踩稳立场，但行政院若是不提对案，恐怕又会上演去年总预算被重复退的戏码。好，等现在2个问题了，一个是救灾的问题，一个是这个预算的问题。来，救灾，林涛，你们桃园那个。是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与其赖总统去管川普什么时候要当选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其实台湾有3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应该放。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产业经济，辉达大家都期待 AI 来设立台湾。那如果辉达它的目标是在北部地区的话，台北不行，那桃园很欢迎你。看一下高雄更好啊，欢迎，他就在台北嘛，他说台北，所以北部地区，所以桃园欢迎你。那我的意思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赖清德只是丢下一句行政有在帮忙啦，这等于是没有帮忙，因为他又在用话术让你进来之后，未来蒋万安跟李世川会不会获得一个图利罪，而后面官司缠身是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千万不要轻信赖清德，他所谓的已经在帮忙，而且内政部的这个条例让台北市决定就好，绝对不是，一定要赖总统放绿灯。第二个呢，我们在讲到刚才国军的加薪，因为赖总统不是很
很推崇日本吗？那日本最近的自卫队也全面的加薪，你有没有看到？现在这个赖总统说这个国军加薪12000到13000的标准，从2017到现在的增幅大概只有2%多，战斗部队只有3.2%，可是我们的名目的这个我们讲物价成长是3.3%，低于台湾的名目物价的成长。那你到底要不要保家卫国？你到底要不要中华民国的国军？像是赵大哥刚才讲到，工兵那么辛苦，专业的工兵，国军在第一线这么辛苦，你不把所有的军人的所有的福利，不管自愿役或是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义务役，全部提升的话，那未来谁要保家卫国？甚至在救灾的部分投入。第三个救灾的部分，我真的觉得从9月23至今。不管是赖清德还是刘世芳，他通通把救灾分蓝绿，他通通分中央跟地方。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案例是48岁的挖土机工程行的这个老板林鸿生先生，他因为左小腿他做一个擦伤，可是他坚持，他说花莲的灾没有救完，我不回桃园。他整整在花莲待了8天，最后1天他送回林口长庚，2天后败血症逝世。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他的家在芦竹，他移到这个大有，我们桃园区的大有来做后面的处理。今天早上我们桃园市议会施政报告正式的施政报告第1天，我第一个发言咨询，我带所有的桃园市民跟张善政市长跟议会同仁一起默哀，因为这是桃园的爱心，这是台湾的良心，这是台湾最善良的风景，大家投入救灾。那我们的国家在现场的这些非常混乱的，因为很多人有爱心，志工涌入的过程中，有没有在前进指挥所做一个非常好的分层跟分配？没有。大家可以知道，台湾第一次的重大灾害，竟然是在现场有3个前进指挥中心的，就是这一次光复。光复糖厂里面有花莲县政府的前进指挥所，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所，有国军的前进指挥所，全部都是分开行事。那志工在嘉靖是有4头马车，请问光复的灾民会不会生气？中央的责任该不该做调整？所以今天早上我问张善政，因为他当过行政院长，我说如果是你，中央是到底是地方还是中央的责任？他说如果是4头马车的话，中央有责任在重大的灾害来协调这4头马车前进。可是现在的卓荣泰跟赖清德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做一个结论：如果台湾最美丽、最善良的风景，包括我们第一线的救灾的这些超人，包括我们桃园这位林鸿生的老板，大家都是最美丽的风景。但这最美丽的风景里面，可能没有包括赖清德。我个人觉得说，刚刚所提到的预算，刚刚林涛已经把这个救灾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我想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灾害，有这么多这个产子超人，有这么多登上媒体，这么大台湾真的是最美丽的风景。可是台湾真的是现实上就是中央跟地方远远扯不到，直到今天，直到昨天的总质询，还是在吵个不完。那回到我们这个总预算来说，不要忘记去年整个大罢免的源头就是来自于他们不断的告诉我们是蓝白乱删总预算。那总预算的部分里面，其实最大的源头就是我们认为已经3读通过，立法委员最大的职责就是你审法案3读通过之后，行政要依法行政。现在从去年开始，不管农粮收购，不管是这个所谓的禁法补偿，都是3读通过。本来立法院就是3读通过的话，行政院就是一个执行的单位嘛，你就是不愿意通过，然后跟我讲了543，所以才造成大家不愿意去审预算。希望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完全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好好放到委员会大家来审。这已经是这个才不到1年时间，现在又来了。这个当4月的时候，今天问顾立雄啊，4月的时候我们通过让国军加薪的时候，有没有增加国军愿意来报考的意愿？有。那时候整个的报名的这个整个气氛是非常好的，加薪还是有它的利诱的因素存在，就你现在把它卡住了，警校退休的这个部分都是经过3读，你今天如何来告诉我，就说不是你这个人数多，你通过3读我们就要大张全收。当你不知道全收，那我们在3读讨论了老半天，那到底在怎么样？你当初过去2届的时候，民进党都是以对多数的人来去说什么都是你们。我们当初所提出的，不管是所谓特别条例，不管是什么8800亿，不是你说了算吗？然后你告诉我那时候就是3读通过，而且是在最快时间通过3读，我们不是就默认了吗？因为你3读通过，你就要执行。
那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变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只要求你对于这个福国利民，不管是对警消的退休警消，或者是对于我们国军来说，这些都是符合的，而且都很清楚的告诉你，你不是一下子也会让我们财政负担，你是每一年分多少期，你一年都已经算过，完全符合财政纪律，而且完全都是政府可受控制的一个范围当中。就你今天告诉我，你不编这个，你不接受三读，那如果不接受三读，我们就被你矮化成我们到底是你的什么？所以当然是要力争到底。所以提出复议，只是要求行政院跟立法院在院长的这个所谓的沟通之下面，大家各退一步，否则又僵在那里，然后又怎么，然后这整个国会空转，这绝不是人民所要看到的嘛。不，基本上我觉得立法院的提案到底有没有道理啦？哦，那警消军人这是有道理的，对不对？你现在国防预算这样增加，那军人待遇提高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是也在你国防预算里面吗？哦，那许信良那个时候当民进党主席就提出来说要什么老农年金、老人年金啊，那不是也照样编成预算了吗？那不是让民进党这个选举大赢吗？原来乡村都是国民党的，现在乡村都变民进党的。哦，那农民啊、老人好高兴哦，说哎呦，这民进党比我的孩子还孝顺，每个月给我送钱。立法院本来就可以做这样建议嘛。我们宪法规定是说，立委不得为增加预算之提议，是说行政院送的预算来，你不能说哎这个1亿太少了，我变成2亿，这个不可以。这他在立法院经过3读，一个立法案提出来要你行政院做，立法院连这个权利都没有，那立法院当这个立委干什么？你要知道，川普现在在美国国会在争那个预算。你们知道，美国虽然总统制，川普力量很大，美国所有的法律、所有的预算，行政部门没有权利提的，通通是国会提出来。所以这个预算是国会提出来的预算案是跟总统同党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来的。所以美国的国会，他总统，你不要看川普这边这个耍大刀多大的权力，预算是国会提出来，不是行政部门送来的。国会告诉你怎么编提出来，然后再审查。国会怎么会没有权利提出希望政府编什么预算的决议呢？当然是有嘛。休息再回来。